现在测的是绅士703双 R， 当地的抖音的粉丝提供的。这台车在互联网上测试的比较少，所以大家比较关注，而且车也比较少。这台呢属于市售版，我拿到的时候车油已经骑了700多公里，测了200多公里的油耗已经来到了1000公里。车辆现在是 90% 的油，将车辆扶正等数值稳定后读取。前轮的重量是 105.65 公斤，后轮呢是 94.8， 加起来是 200.45 公斤，而工信部申报的是196公斤，工信部申报呢是 80% 以上的油，所以基本上是没什么误差的。这个重量和之前我测的春风675差别不是很大。我们接着看一下马力级上面的数据有什么差别。这台发动机的排量是 699cc， 压缩比呢高达13:1，而且配有冲压进气。我们先看一下各档位的级数，一档表显的级数113 ，12300转左右段油；二档表显显示150，三档呢187，四档呢216，五档呢243。六档呢263，各档位的级数都要比春风675 SR 高一点，不过表显的转速也高了500转。这台发动机官方标的是102匹，用鼓风机朝着进气口吹，在凯越450双 R 那台大约能增加2匹的最大功率，而这台呢只增加了 0.5 匹左右。最终在这台马力级拉出来的马力是 88.41 匹，扭矩呢是 61.78。它前方的进气口是经过挡板，将空气导向上方，再经过上方呢往下吸，这样设计呢是防止虫啊雨水啊进入。这个功率和这个扭矩和春风675 SR 差不多，有一个小的功率和扭矩平台。现在把703和春风675的马力图叠加看，红线和蓝线出的那根是703的，细的是675的。由于排量更大的原因呢，7800转之前703的扭矩会更加大一些，转速越低呢就大的越多，转速越高呢扭矩就越持平了，而且功率的曲线也高度相似，只不过春风675断油会更早一些。在这一期视频后面也讲有，虽然这台马力级拉出来的春风675最大马力和最大功率都要比703大一点点，但是平均功率和平均扭矩还是703更加大一些，特别是加速最常用的区域9000到12000转，绅士703呢有个功率的平台，所以在这个转速区域呢能用到的平均功率会更加多一些。而春风675呢动力就封得比较严重，还在上升呢就直接切了下来，但是两者的极限哪个更加高呢，这个就不好说了。绅士703的发动机运行品质呢没有预期来的那么好，有些让人失望，而且这台车的问题还不少，优点有，缺点也很明显。等我把这台车全部测完了再出视频具体讲一下。